谁是日本最好的政治表演艺术家？欢迎收看本届评审大赛，我是今天的主持子美。今日入选的选手有竞选市场的擦边女店长，准备把一个省建成迪士尼公园的小丑议员，倡导爱与和平的政界 rapper， 要做全日本妈妈的瓦议员，与下属开房10余次的80后女市长，贪污入狱后转型占卜师的兵库县前议员，以及日式废话文学的创始人。接下来我们会从夯到辣逐一排挤，请各位领导在弹幕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。第一位发表政见宣言的名叫内野爱里，正好应对日语谐音我家的爱里。他在6分钟的宣言里用不超过 N 次的日语把我叫爱里反复提了16次，6次希望大家跟他 QQ 扩列，强调与他扩列就会和你做快乐的事儿。随后声称太热，然后把衬衫脱了，展现自己的内搭。其实可以理解，毕竟是竞选东京的领导，难免很热嘛。爱里来自个人政治团体请看我可爱政见放送后，被保护国民免受 NHK 伤害党纳入24名海报站位的候选人，海报上还贴心的附上了他的赖印二维码。据说证监会之后与爱里扩列的人数呈指数级上升，甚至火到了出现了冒牌货。要说他唯一正经的施政策略的话，只有一条：选择性周末3天，也就是除了周6日再自选1天休息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她真的是个女菩萨。其实她做过摄影师、餐厅经理，后在中野开了家贺卡店，因疫情店铺负债，决定用最低成本打最大的广告，于是选择入党报名参举。最终她毫无悬念的落选，仅仅收获了千万级的流量、暴涨的粉丝、激增的电流、综艺广告通告，仅此而已。而线下接受采访的艾里却非常沉稳，面对批评，她只是简单答道：“我只是扮演角色。”由于他开创性的把直播干成秀场，极佳的营销手法，加上努力还债的魄力，但擦边确实不有利于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，所以这里综合排到人上人。第二位选手厉害了。还是先从这套皮肤说起吧。这个貌似和一窝座杂交的小丑名叫和和悠悠，他来自让千叶县变成梦想与魔法国度的，主要的施政理念是把首都的千叶县全境修成迪士尼乐园。以日本的地区划分，按中国人的理解，就是把整个江苏省都修成迪士尼乐园。哥们儿还准备在千叶修个具有地标意义的高塔。鉴于本身千叶县的迪士尼乐园被借名叫东京迪士尼，所以这座高塔就叫做东京铁塔吧。要把千叶县做成知名的旅游城市，文明就是第一要务，因此垃圾这个词也要改，以后千叶县内垃圾都改叫星之碎片，垃圾桶也得改成可燃星之碎片、不可燃星之碎片、厨余星之碎片。为了方便游客，咱们县的木章站、海滨木章站这样的站名太容易搞混了，所以木章站就改为木章不在这里哟站，强调这件事尤为的重要。同时，对于同届竞选的平种先生的观点，新冠只是普通感冒，不需要戴口罩。我们小丑议员把他和最近贪污腐败、受灾时装死的政治家统称为勾巴，把人类中的垃圾雅称一同赠予。哎，不对，是人类中的星之碎片。在第2弹发言时，哥们儿化身希斯莱杰版小丑，针对政治家工资像女人的头发一样多，而老百姓的工资却像中年老登的头发一样少。越来越高的消费税，还有那些天天在媒体上胡言乱语的政治家，为什么都有个政治家爸爸等问题，哥们儿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，讲出了一段最为真实的话。実は公明党と自民党もつながってます。通訳さん、言っちゃダメよ。これ誰も知らんから。って知ってるわ！全国民が知ってるわ！可能大家觉得这哥们儿只是个跳梁小丑，其实他是京都大学出身，同治大学毕业的法务博士，立志要做律师。然而司法考试失利后，在银座的律所干得也不顺心。07年创办婚介所以及劳务派遣公司，客观来说是个狠人。后面为了扩大公司知名度，10年他还短暂以搞笑艺人身份签约渡边娱乐，对，他还是渡边麻友的后辈。而哥们儿参政并不是简单为公司拉业务这么简单哦，他是真的有从政想法的。自21年开始他的首秀后，虽然屡战屡败，但又屡败屡战，终于在22年成功参选埼玉县草加市议员席位，但是哥们儿估计没看上就给辞了。去年再度挑战东京知事的时候玩得更狠，比如提倡一夫多妻制，把日本特色片全部取消马赛克，声称尊重性自由。为此他请来职业老师全国为自己制作广告。
一下子被全日本群众举报，不要贴在孩子下课路上啊！以平民愤，日本警方因其违反青少年法迅速下架。今年1月份，在埼玉县户田市议会选举中，哥们儿以历史票数第1当选，同时宣布脱离所在保守党。其实他的路子很像特朗普，玩的也是吸引日本的3D 人士，为自己提高曝光，用所谓主张排外策略获得票仓。他认为年轻人谁会真的关心政治啊？所以就要用这种博眼球的方式出圈。由于其各方面亮眼的表现，所以我们决定把和先生排到夯。第3位是来自爱与和平党的后藤先生，用了6分钟的 rapper， 接近 N1 听力的水平，讲述你很棒哦，你真的很棒哦，你真的很棒棒哦。我可以负责任地说，他这次的表现我只能给到 NPC。 这次他来了不止1次吗？是的，在4年一届动物大赛，后藤作为东京知事选举的常驻嘉宾，在16年的第1集里讲了6分钟的黄段子，逼得 NHK 消音过半，最后还开始后藤辉树的全裸环节，强调自己的战力值是53榜。20年的时候，用只穿尿不湿定颜鄙视一记，奠定了自身的权威，而且自己竞选海报上还 cos 了一把反派的鲁鲁修，给动画公司逼得不得已出来辟谣，跟自己无关。21年时，他又参加了千叶县知事，只是这次他非常正经，在长达6分钟的演讲里，从头到尾的抒发了自己对前女友的感情。据说这个女友还是在 cos 鲁鲁修的时候认识的，可以说是非常痴情了。所以在24年的选举中，他用 rapper 讲爱、佛法超度对手的活确实有点烂了。可能会有人问，日本选市长这么离谱吗？难道是个人就可以选吗？如果你想参选，首先你要满30岁，其次你要交够300万日元的押金。如果你的投票没有超过10%，押金不退。这种选举的直播影响范围很大，所以一些人认为这是很好的流量密码。上文的小丑说用300万买全国级的广告，比任何销售活动都便宜。而且更离谱的是，第1位的艾里不是被保护国民免受 NHK 伤害党作为24个候选人之一了吗？他的保证金就是这个党派给的。那么这个党派图什么呢？因为选举可不光只有直播，在东京都内会为选举人提供1.4万个揭示板，一个揭示板上可以贴数张选举人海报。这个党搞了24个人，他的海报位再以5000到2万日元不等的价格对外销售，哪怕24个人没有一个要回押金，这笔买卖也是赚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孙笑川会出现在日本选举板上的由来。所以我建议大家赶紧关注我，给这个视频狠狠点赞，让我攒够13万。等7年后我年满30，哥们儿提刀上京。我甚至连选举政策都想好了。那么下一位就是日本真正的政治家了。私を皆さんのお母さんにしてください。这个43岁的沙亚桑出身日本保守系网络电视主播，后代表参政党出战参议员东京选区，以66万票第2名首次当选议员。他的人设就是国民妈妈，想为孩子们的未来制定法律。考虑到瓦学弟的 XP， 加上中年沙亚桑阿姨依然风韵犹存，所以我们给到人上人这个级别。不过好像他经常线上对别的党造谣，最近也是被扒出其婚姻是不伦掠夺婚，被日本网友言上。希望妈妈继续努力，再搞点狠活给我们看。下一位是日本今年最荒诞的政治剧情，42岁的小川京是群马前桥市市长，9月份被爆出2个月内与54岁已婚男下属、市政秘书厅厅长出入情趣酒店10余次，甚至动用公务车，在暴雨红色预警救灾日翘班赴约。面对舆论，小川笑着鞠躬道歉，坚称只是在房间里讨论工作。市议会一下子收到超1400起投诉，市政工作一度出现瘫痪。于是，在10月25日，他正式宣布辞职。然而，过了不到1个月，小川高调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2026年1月12日的前桥市长选举，还在发布会上为那个男下属申冤，认为停职6个月处分过重。日本网友纷纷吐槽：“让您2位上班去情趣酒店开会，哎呀，真是太辛苦了。”鉴于小川前市长是个重情重义之人，甚至推动了日本地方修改法律，所以我们决定把他排到夯。下一位的出场事件已经很早了，可以说是真正的老艺术家。2014年，兵库县议员野野村龙太郎就兵库县政府出现780万日元政务经费去向不明一事，在记者会上被追问：“你1年出差195次，其中温泉去了109次，报销的300万日元，您如何解释？”野野村一听，拍桌高喊：“我一心都是为了日本呀！我从西专辞职来这里当议员，我认为票投给谁都行，
但是投给了我。我要改变这个世界，我真的太想解决少子化了，我一点错都没有，我唯一的错就是我不喜欢你。混凝土就得加92，海贼就要搭配 taco， 开着火牛果吃。与会期间，爷爷村嚎啕大哭，鼻涕眼泪一大把，但就是说不出一笔的具体开销。一下子爷爷村哭腔，引爆日本网络。几天后，兵库县议会要求他退还1834万日元经费，并以伪造公文向刑事检举，判处其3年有期徒刑。出狱后，哥们儿以全球闻名的情感专家自居，在网上开设付费咨询人生烦恼倾诉，2000到1.5万日元的服务里还有西洋占星、网暴受害者辅导、如何情绪管理等等的服务。根据实际体验者说，这大叔的服务狗嘚儿不是。问他怎么才能交到女朋友，他回答道：耐心等吧。如何情绪管理？深呼吸。至今个人博客都保持更新，内容多为感谢大家咨询。爷爷村只能说多少沾点高开低走了，就把他排到人上人吧。下一位可真的厉害了，他被誉为日本政坛唯一可以折磨美国人的存在。别看他今年才40几岁，参政18年的他先后做过这么多的官职，直到今年他转任为日本防卫大臣。而他被全世界津津乐道的是其创立的独属于日本的近次郎文学。他在美国一个关于全球变暖的决策会议里被问到日本该如何应对时，他回答道：必须快乐的、帅气的、性感的解决。他在日本也是这样的。明天开始就是3连休了，也就是连续放3天假，真是了不得呀！我也要给自己放个性感假。再比如他的另一语法，在街头演讲中说：你能对政治毫不关心，说明你能毫不关心，用来提醒民众多多关注政治。针对不断上升的米价，金次郎说道：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正因如此，我觉得日本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面对记者会上的批评，他说道：虽然我说了自己正在反省，却有人说你看起来不像是有在反省的样子。对于这一类的批评，问题确实在我。虽然我真的在反省，但别人却看不出我在反省，对此我表示深刻反省。还有一类语法是环境会议时，面对他之前所说的我好想吃牛排，每天都好想吃，是否是对环境的破坏？他说到我每天好想吃，说明我不是每天都吃。此外还有更多更离谱的语录，要看夜景的话，我强烈推荐晚上看。未成年人饮酒啥的都是孩子在做，如果2只手抱东西，那就没有手空着了。积雪代表着下雪了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也是在生日的时候生下来的。对于这种种的发言，让日本人评价道：难道他真的是个天才？甚至为他创作了多款表情包，比如这块冰块真冰啊！5人岛的各位，你们好吗？尽管如此，他却是竞选首相的有力候选人哦。根据民调显示，他的支持率跟高市早苗不相上下。虽然他创造了不少乐子，但也有人怀疑他这种模棱两可的人真的能当好首相吗？記者問道。突出知的レベルの低さで、恥をかくのではないかと、皆さん心配しております。で、それこそ日本の国力の低下になりませんでしょうか。それでもあなたあえて総理を目指されますか。私に足らないところが多くあるのはそれは事実だと思います。そして、完璧ではないことも事実です。しかし、その足りないところを補ってくれるチーム、最高のチームを作ります。这种小场面对于近次郎来说可谓有印有余。了解日本的都知道，他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次子。他这种词不达意的回答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策略，比如他老爹也玩过这招。反正老爹的政治余温还在，所谓从基层大跨步的担任各个大臣，明显就是照着首相培养的。因此对于他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做对，而是不错。他只是个代言人，真正失策的是背后的班子。反正说胡话又不会影响选票，但作为评选政治表演艺术家的比赛，能在大咖云集的赛场开宗立派，值得给他排到行。不好意思，名单原来还有背面啊！滚滚滚！好的，本届日本政坛表演艺术家大赛到此结束。各位领导，如果反馈不错，我们将在下周开展新一届的友谊赛，到时候还请诸位领导多多指教哦。